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估计魏大勋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有拯救内娱的这么一天。一向以搞笑出圈的他，在新剧《我的人间烟火》中，霸总人设竟直接吊打了以帅气出圈的杨洋。看似与偶像剧完全不搭边的魏大勋，这一波赢麻了。即使追了这部剧的，应该都明白网友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了。按理来说，有绯闻情侣杨洋、王楚然出演的新剧定会大火一波，事实也确实如此。自播出以来，收视率确实不错，但对于男主杨洋偶像包袱般的演技，却是一水的吐槽。剧中有一段牙疼的戏份，都说齿痛连心，但在杨洋的表演下，倒像是被人打了一拳一样，而且还多了几分油腻感。反观魏大勋，一袭黑色西装加上金丝边眼镜，不苟言笑的表情像极了掌控全局的霸道总裁。果然，闭嘴加西装配上演技，就是演员最好的医美。在剧里，杨洋饰演的宋燕是一位消防员的角色，与许沁曾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但因两人的家庭门不当户不对，最终在女方母亲的逼迫下，两人忍痛分手。杨洋所饰演的宋燕身世着实凄惨，爹不疼娘不爱，谈个恋爱也被看不起，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做了特种兵，后来又因负伤转为了消防员。这样一个悲惨但始终向上的经历，也是妥妥的男主剧本。对于这个角色，他要表达的情绪有很多，既有对女主感情的不甘，也有对自己身世的不甘，加上前妻还是个不学无术的高中小青年，所以杨洋这次的挑战还是挺大的。首先是学生时期，明明是个有点痞气的高中青年，但他却总是透露着谜一般的自信。虽说这张脸蛋帅得无可挑剔，但端着不放的演技却是看腻了观众。而在后期消防员的身份中，喝口水都要耍个帅的样子，有点过于端着了。而且全剧最多的表情就是皱眉和歪头，无论是训练场上教育组员，还是被领导批评写检讨，又或者是偶遇多年未见的初恋等等，他的表情一直是一副情绪毫无波澜的样子，只有微皱的眉头，让人觉得他确实是正在演戏的状态。而魏大勋饰演的则是许沁异父异母的哥哥孟宴臣，他自小便对这个妹妹疼爱有加，但同样迫于母亲的压力，他隐忍了对许沁的爱意。长久下来，他的人格也逐渐变得阴冷了许多。这个角色对魏大勋来说算是比较新颖的一次尝试，本以为会因综艺里的搞笑人设而影响观众的入戏，但没想到在这部剧里，他的演技竟然没有丝毫的尴尬感，反而因过于优秀的演技连上3次热搜。反手开门那一幕也让无数网友想魂穿女主，不禁让观众感慨，脱离了自己的魏大勋竟然可以这么帅。反观杨洋，他虽然没有朝着同为军艺校草的沈腾走去，但是却走向了油腻的黄晓明之路。对比两人的演艺之路其实大有不同。毕业于军艺的杨洋，在2007年因温和的贾宝玉而正式进入影视圈。由于自小学习舞蹈，所以他自身的气质也是格外的温柔。直到2011年，年少的他出演了电影《建党伟业》，脸庞虽然稚嫩，但演技却是越发的熟练。2016年，他出演了《微微一笑》中的大神肖奈，也因这个角色，他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偶像明星。但在这部剧中，长期笔挺的站姿也让网友感到一丝别扭。或许是军人出身常年养成的习惯，但这个习惯用在影视剧里却显得过于板正，以至于被网友形容成了端。不过，由于这个角色本身的人设过于完美，加上杨洋无可挑剔的颜值，也让不少观众忽略了这个问题，反而因此成为了无数学妹心中所憧憬的学长。但这波红利在他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被《三生三世》中尴尬的台词、浮夸的演技而被全网群嘲。尤其是剧中拉面的那段剧情，尴尬的人直接扣出了个3室一厅，而过于油腻的表情也让他瞬间从偶像派帅哥变成了火锅店的扯面小哥。但从后期的采访中来看，他本人对这段表演似乎还是挺满意的，而且这段还是他认为的全剧最撩的片段。对此也有网友辣评，也不知这位哥是不是被导演下蛊了，这邪魅的笑容竟有了黄晓明的那种油腻感，实在是辣眼睛。之后这部影片的评分直接拿下了 4.3 的超低分，而参与评分的观众有4万多，但有将近一半人都打出了1星的评分。
被嘲为面瘫演技的他，好像突然悟出了演技的真谛。在之后的舞动乾坤中，他一改往日风格，变成了活泼好动的灵动。但往往这种表情比较多的角色最容易考验演技，一不小心就会用力过猛，导致演技过于浮夸。而杨洋偏偏就着了这个道。剧中有一段被女主美貌惊呆而回头望的场景，在杨洋的表演下，则变成了油腻而又好色的灵动。这回眸一笑，让原著粉纷纷哭晕在屏幕前。对于杨洋的高颜值，我们不可置否。当然，他本人也是对自己的容貌极为自信。在被问到给自己颜值如何打分时，他回复到1000分。在有一年的5·4晚会上，主持人让大家各自推荐一本书籍，别人都是东野圭吾、历史文学之类的有深度的书，而杨洋直接推荐了自己的一本写真集。被偶像包袱深深束缚住的杨洋，出门在外会利用一切反光物体照镜子，就连手表上的反光表盘也不会放过。对于自己的容貌，他是帅而自知，但对于自己的演技，他却始终放不下偶像包袱的架子。虽然杨洋的演技备受吐槽，但他的作品却是源源不断的增加。反观魏大勋，能称得上代表作的作品并没有几个。即使他的演艺之路也是一步一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来的。曾经的他是个200多斤的大胖子，后来意识到演戏的魅力之后，他便努力开始减肥，每天运动加控食，终于瘦到了理想的体重。后来终于成功的考上了中戏。毕业之后的他，最开始的发展方向是偏向正剧角色的。2010年，他在历史题材《毛岸英》中饰演了毛岸青，因此受到了小范围的关注。后续又出演了《辛亥革命俘虏》等。直到2013年，他出演了现代偶像剧，并因此与韩国男团成员倪坤结识。之后，在倪坤的介绍下，他前往韩国，成为了 JYP 公司的成员之一，与其签约了演员专属合约。在2016年出演了韩国导演执导的《相爱2》，并因此小有名气。后来在2017年与其解约，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在这之后，他在影视圈里却是一直不温不火，甚至几乎查无此人。于是他只能选择了可以快速提高知名度的综艺。都说作为演员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不能一直消耗观众对其角色的新鲜感，所以也不禁让人质疑他是不准备拍戏了吗？为什么如此消耗自己的观众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一边上综艺的同时，仍然在坚持的拍摄作品。青春警示高能一少中都有他的身影。曾经的他也有着自己的代表作《相爱穿梭千年二》，剧中更是分饰两角，饰演了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虽然剧没有大火，但他的演技却是不可置否的。之后虽然陆续参演了多部影视剧，但他的演艺之路却依然是风平浪静。而逐渐走向搞怪之路的他，也被贴上了综艺咖的标签。但他从未放弃自己对表演的初心，更是十分严肃地表达了自己对表演的坚持与热爱。他希望自己可以通过综艺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也希望能拥有一个属于他的好剧本。终于，他凭借孟宴臣这个角色，成功的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演技。虽然在综艺上她是古灵精怪的伪公主，但在荧幕中她却是面冷内热的霸道型男。不苟言笑的他也不会让观众有尴尬的跳脱感，也难怪他能在这个遍布帅哥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了杨幂、秦岚都喜欢的男人。即使对于杨洋和魏大勋这两个人，从未想过他们会有如今的同框画面，更没有想到在他们两个之间，观众们会选择了魏大勋。而那个看似搞笑的魏大勋竟然这么会演戏，不由得感叹一下导演李牧哥的审美，不仅能将风景拍得美，更能将帅哥拍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气质。相比较宋焰的不珍惜，孟宴臣的爱而不得显得更加能让观众共情。对于杨洋的角色，无论是肖奈还是叶修，又或者是于途，他始终是一成不变。笔挺的身姿加上微皱的眉头，他似乎陷入了自己的一个怪圈之中。即使看过他相关综艺的，可能都知道他本人的性格是略显中二的，而他饰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比较板正的类型。在与职业相关的一些片段上，他的处理也是可以的，但一旦到了跟爱情相关的环节，他便有意无意地偏向了偶像剧的路线。或许与多年的军旅生涯有关，他也习惯了长期规矩化的演技，导致他没有那么的接地气。而反观魏大勋，性格本就属于自由洒脱的类型，
所以对于角色他有更多的弹性。即使他们两人本质上并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希望杨洋在今后的演技上可以随性一些，或许更多的释放自己也能让他接地气一点。其实这部剧本身还是很养眼的，毕竟俊男靓女的搭配，没有观众会不喜欢看。不过有1000个观众，便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无论好与坏，相信观众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